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盔甲关。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盔甲关。啊，挡很难挡啊，不会挡，挡不到，没有练习就一直被打，嘻嘻哈哈。继续练，继续被打，哈哈哈。你可以说这些是练习过程也行啊。还有虫啊，虫啊，有时候很爱闪，有时候打不到。虫啊，有时候手特别长。哈哈，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我觉得我这张玩的特别开心啊，特别欢喜。好，通常这样子跑回来是不会被虫打，但是我运气真好，嘻嘻。What the fuck？ 你好虫，在你脸上直接骑啊虫啊哈哈哈！这个区域他是过不来，但他还是跳到我脸上的。挡一挡 ，What the fuck？ 好，再来就是瞎子关，它没有很难，但是很吃耐心，这整张都很吃耐心，吃到我已经不耐烦了。每次对战我都要想一个新的策略来打，越打越累，越打越辛苦呀！啊，然后被前面镰刀发现就结束了。Oh my god！ 然后再来就是他突然转过来化为一刀，我好开心。最后就右手没有意外的撑到这里，被他挥一下，我没了。嗨，你好，欢迎回到第10章的恶灵古堡，是全程小到无伤全收集。这章有宝藏6个，文件5份，悬赏任务1个，城主模型1个。好，把上一章掉下来的宝藏捡一捡，然后直接冲去打，先打冲关啊，然后我再回来打盔甲，而且没存档，紧张的要死。然后这从厅里面总共有。就里面啊有32只啊，加外面的话就36只，很多啊，所以打他们很浪费时间。但是你又一定要打完，因为他们飞很快啊，乱飞来飞去又可以撞到脸上，而且还要打一打去修刀之类的，很麻烦啊。超烦的，这第10章是我最后一章，就是遵循 S 加的条件在打了，就是然后文件，就是最后一场高血压模式，然后又超紧张，命悬一线模式。下一章开始就没有，下一章虽然是有多存，可能就2、3个而已。我不会说不会说太夸张，可能杀个2只怪就存给你看，这样太白痴了。好，这边先拉怪，然后能弹掉就先弹。如果这边好像先打掉一些的话，第一阶段会结束比较快一点呢、啊，他们就不用再等他们一直过来了。这张整体如果是一起打的话，那是救急难的，包括全收集，还有那个全那什么精英怪啊，那些悬赏任务的金盔甲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弹刀圣地啊，其实这只虫不会太难弹，主要我想是它冲过来可以挡到间隔很大，而且它有时候还不一定会挥到你。好，第2阶段触发，所以我刚第1阶段来的时候就先戳一下，在那边开戳，好像就可以比较快结束吗？我也不确定，就是一个概念。好，就拉回门这边打，他们进来然后躲，进来然后。没关系，没弹到也没差，就可以这样拉进来卡位置，狂戳猛戳。他们被戳到一下就很敏感，那别戳了，要死了。对，然后就重复就好了。然后被门挡到就很好玩。然后注意一下，如果要在我们头上会直接骑上来，很麻烦啊，怎样都很麻烦。就要他出这一招，飞起来的挥啊，这招还算蛮好挡，其他的招式就比较不好挡，就是因为会有距离的关系啦。算飞砍过来那一招很好挡，但是如果他前面先卡到一下墙，它会导致你预判失误。我就有遇过这个状况，我直接预判失败，直接无伤失败呀。然后捅死他，捅。要说这张最烦的可能就整张都很难搞，我玩的头很痛就是了。它不会到太难，但是它就是给你弄得很麻烦，每一个点都很长，就难度适中啊，但
就是可能要你跑得很久，要多花10分钟这样子。怪又塞很多给你，就像这边这个关卡一样。不过这张可以讲的东西是真的很多，因为有很多关嘛，像这个冲关，还有等一下的双瞎子，还有最后的右手。对，他卡住了，卡住就最好，然后直接冲过去飞砍。我们也会飞砍，他预判不了，哈哈哈。虽然有时候会被他预判，他直接闪掉。到底怎么闪的？好，然后有时候不要太急，他有时候会直接折返砍，所以要卡一下啊。这根柱子都可以骗他们攻击，但是不要靠太近了，还是有机会被他捞到脸。好，那只打完第10，那是第10只了吧？然后上面就会来2只怪啊，就固定剩这2只。然后越玩到后面，我就越觉得要 S 加是很极端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任何事情都不能出错，你要像个机器人一样。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没人想去做，是人应该有点难做到，除非你把这个小刀挑战这个全收集这个无伤期限拉为半年，然后慢慢打，你就会舒服比较多一点。然后不要想着这影片可以帮你赚钱啥的，就是玩爽的这种感觉去玩啊。因为我连玩到后面我都有点高血压，尽管我很多存档，因为它很多关卡还是很难打了，打起来很麻烦。然后挡掉了，都趁这些怪没有要干嘛的时候讲一些好话。好，要去修刀啊，还没啊，还没。杀18只之后，就耐久度差不多就要爆了，就可以去修了。然后来就准备挡。这第1只醒来，第2只也差不多会醒了。好，然后待会站到前面这个点就往后拉，拉一下那只怪过来。那虫，它后面还有一个跟屁虫啊，先把它干掉，越快越好。挡这个还 OK， 但是他有一个靠太近会直接捞你脸那招，我真的那个有点难防，因为很不固定的。我觉得他那个动的有点随机，很难预判。就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怎样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导致想找挡或玩挡就有点困扰。好的宝藏，再去摊个1只。或几只都可以。好，走到这边又触发一点虫啊。你好。往那个左边那个大门那边拉的话，他们就会回去了，就是那边是他工作范围外，不想叼我。好，先打开，然后杀完他又会跳虫出来，慢慢打，一个个清。这边最安全就是这样了，好，去修刀吧，这很麻烦的，打一打又要去修刀，你就知道无限刀的那什么原始刀的含金量了吧？啊，对，非常好用，非常无脑，完全不用考虑修刀。不过我真的觉得我这张疯了，我算是去直接赌了吧？啊，反正浪费时间就浪费时间，这种想法直接去打金甲骑士，太疯狂了。不过金甲骑士有克制法了，那现在还没有要去，要等整个虫什么闹鬼？怎么椅子倒了？啊，不管，那鬼又没有这些怪可怕。啊，那个虫关先等大门打开，还有全部清完之后再走回头路啊，去打那个盔甲。金盔甲，而且都要一直挡攻击。然后这张真的很长，不得不说，这应该是我全部章节打起来最长的吧。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有2张的量，跑都跑不了，只能慢慢打。如果你不想被打，你就全打完吧。
因为我这时候从大厅打的有点疲惫啊，刚那边走过去这样拉一下，触发那个虫，然后注意一下他会不会从那边出来。因为这时候打蛮疲惫啊，想说没有打得很严谨的，就慢慢随便打，就没有再抢快了。好，注意看位置啊，左边这只在那边挂机啊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乱飞。刚学会怎么飞，他们飞头上的时候都是最危险的啊。有时候会直接骑到脸上，要不然就很奇怪距离直接飞扑过来，就飞砍过来，然后等上面那只想过来砍我们。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OK， 好，等，你好，陌生人，你是个混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去死啊！啊，还有2只，靠那么近干嘛？他们有时候还会很奇怪，直接在这边跑的状态就直接飞过来，就是直接飞到你脸上，就很像加速 bug 一样，冲到你脸上，然后防不胜防。我不知道我该戳他还是该挡他。这虫很讨厌，在你要戳他让他硬直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动一下就戳不到，然后显得我刀很短，很烦。打这虫不知道到底该说好打还是很烦。一只还好啊，10几只打起来就很烦躁啊。尽管它不算很硬啊，但很多只打起来很烦躁啊，极度烦躁。那讲个概念，就是里昂摸肩膀的时候，就是战斗状态解除了，稍微提一下。好，这边卡一下，再过去捅他，虽然很危险，但是很有用。好，圣甲虫宝藏。好的，然后上去先拉那个铁门，第一道铁门，上面2只虫啊，慢慢拉着打。你好，再见。我想挡，但是他每次要冲过来，距离也说不定的，不好说。有时候太近又挡不掉，很烦，所以就干脆简单一点嘛。我们就不赌那个运气，就看他出什么。因为我还是比较会挡这个飞砍攻击，然后这个想要干到我头上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然后他要挂机啊，好又没挂，好挂了。来吧，宝贝，你有卡住了，有3只卡在这里了。呀棒！好，剩上面一只笨虫了。你好，过来啊！我把你给了断。呀，没有要冲烂。啊棒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其实怎么挡都不是那么开心啊，因为我搞不好等一下就被打了啊，就变成基本操作而已了。就觉得这种事没值得好鼓励的那种感觉。好的，我们第一道铁门开启，还有另一边不会太难，一样是慢慢拉、慢慢打就好了。那没拉好就被打，就这样子，就很容易被浪费时间。这挑战就是所谓的浪费生命。不过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啊。虽然不能在现实用，就是谁会在现实用啊？你也好歹说在续作或重置版之类可以学到个概念，然后就可以沿用啊。什么现实？你疯了？对，我打这个挑战打到快疯了，所以讲这点好小的话都是可以接受的吧？啊，不用挡。有时候他飞砍过来，你反而可以用墙卡掉他，但是有时候他手太长，你有没有看到每只虫的大小都不一样？可能有时候他们手太长就会摸到我，然后我就哈哈哈。有没有里昂那个暴怒模组啊？就是他打一打被打到自己会大叫、生气、敲键盘之类的音效，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有，里昂没有我有，没有就自己发出来就好了。
刚过去那个点都是最远的那只先过来，想偷袭。好，最后一只了。虽然右边进去还有2只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打。好啦，铁门呢？接下来要去修刀，然后打可怕的盔甲。那先打掉那个到底叫什么啊？铁球啊，石头，重量东西，很重的东东。我不到啊，我真的不到。好的，我走，你要直接去打盔甲吗？没有啊，我还在考虑。你看我刚刚想先进去，但我还在考虑中。我这边还在想我要不要直接进去打，这边还在给我自己考虑。我在想我要去打双瞎子，然后回来存档，然后再接着打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直接去死好了啦，哈哈哈！打那些虫一点都不难，也不浪费时间，就顶多浪费13分钟而已啊！顶多重打，我搞不好下一次打虫打得更快啊！哈哈哈！最后一只老鼠，死了。好，要过来拿枪还有宝藏，然后先去打找死找超生骑士。我打的方式蛮危险的，一点都不安全，因为我这边还偏赶时间。然后，小刀调整打起来太极限了，这种赶时间的无伤打法真是要你命3000呢。越打越烦躁，我后面越打越累，快没有心态。不过我打完了，嘻嘻。好，先来左边这边挡这个，他一定会挥这个正常，可能比较好挡，然后右边的也会挥个普通挡的。好，然后就往后拉，懂的都懂，应该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要电梯战法啦。没有电梯战法，这边超难打。如果说这样应该比较快啊，虽然更快的方法是挡掉他的那个普拉卡，直接刀他，直接处决。但是这样比较安全呢，你还要顾虑到无伤的问题啊。然后如果他是这个握刀、排刀要过来找我们的话，就是最好的方式啊，最好打他的方式。因为如果他出这招的话，我们在进电梯里面，他就会反反复复一直把剑举起来啊。举剑的过程是不能直接秒攻击的，所以他就会是要砍不砍的。就很好控制啊，叫你干嘛就干嘛，这种感觉。哦，他要抬举刀，但是你要先确保金盔甲人不会想先抢先过来把我给杀了。要帮他拉一下距离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要去扶他走路了，走起路来像个90岁的老人呢。虽然他们可能真的超过90岁了，这个盔甲的年龄。你撞到我了，我没扣血。旧版的话就会，只要慢慢拉，慢慢搓。他们这个爆开之后不会太硬，包括那个金盔甲也是。那待会金盔甲也是这样子慢慢搓，把他头盔搓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连续挡他，我们要连续挡他3次攻击哟。好可怕哦，差点就暴毙了。如果刚挡下去，我刀就要断。不是被砍，要不然刀就断了。好，他一定出突刺嘛，保持距离，然后挡。下一次能不能挡住我不知道，反正能挡就挡。这拉一个好距离，然后挡，然后再挡。你怎么不挥了？没挡到就从开始了。好，都3个都挡掉就简单了。如果刚这挡掉。就可以直接刀他，不过你要他跪下的话，挡1次也是不够的，你也是要连续挡个3次，他才会倒地啊。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拉到电梯这边一直搓热，一直搓它就掉东西，然后我们解悬赏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旁白听起来很累，是因为我打到最新章节，打到半夜很晚，我现在很累，然后这张很长。反正就这样慢慢等他，一直讲话，让这些
很干的场面不干，被我的那个口水弄得很湿啊。然后他举剑哎呀，很快啊、哦，会不会走路啊？你是刚出生的小鹿斑比，脚站不稳呢，一直抖。啊，不给你挥寸指，然后再慢慢搓，他终于到了，到他该到的位置，他就会一直这样举剑啊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搓就好了，找机会搓。因为他太高了，这时候觉得李阳好矮啊，李阳应该190才对啊，李阳190才搓得到吧？可惜李阳这时候只有178。我不知道 VR 如果这样拿刀捅他，捅不到。是以李阳的身高去玩，还是以自己的再更高一点的身高去玩？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觉得他搓起来好麻烦，我都感觉我要垫脚搓他，好白痴啊，搞笑。铿铿锵也会造成伤害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觉得没有，可能只是让它更容易造成硬直吧。好，截掉直接走。我也是没想到我可以一次的解决掉哎、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运气真好。然后再去拿 CQB 啊，然后又因为太兴奋被那个盔甲砍啊，没有这回事啊。这时候超级认真状态，认真 mode 已开启。然后右转上去啊！你好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然后我的 CQB 啊，魔术方块，转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转错边了。随便转3下，OK， CQBR， 直接走。去拿那个猫咪啊，猫咪宝藏，埃及猫咪。你好，再见。我走了。你知道这个挑战就是你用想的，然后自己打过会很爽，但是你实际在进行，我真的是没打过这么痛苦的挑战。就是我频道这1年来无伤以来，我可能觉得最不舒服的一次挑战。说实话，其他还可以接受啊，可能就好我的问题，操作失误啊，这个运气偏高啊，运气成分偏高太多，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就要等到看你要不要打我这种感觉？然后这边存个档啊，因为双瞎子我没有太大的把握，所以就存了。然后待会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然后接下来要去打抱歉，双瞎子。不小心太嗨了，因为这边后面打得太爽。双瞎子就是准备把你的所有出刀弄烂了。不过其实我觉得我原本可以省1根啊，1根除刀，但我还是照原本计划走，因为我有那个比较省耐久，省我们这把战斗刀耐久的打法啊。那想说还是照原本路线走，不过可能我以后还想发病一次的话，也许可以给我自己参考用的打法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进去蛮多事情要做好的。然后这3只一定要打，但是你不要过这个桌子前面，太过去，不要跑步啊，反正不要跑步，你过来没关系。太过去跑步的话，你会吸引到右边的。就是原本站好好的就不要去管，反正就一定会预先来3只，然后慢慢拉。最好是不要让他们靠太近，因为他们就会开始想要爆人。然后挡，不然我也没办法。搓，打，但是有时候又运气蛮差的，又会被后面的看到，真的不知道为啥。有时候不会，有时候会。运气啊！
然后剩他一个就不会爆人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要爆给谁用。然后接下来是那个什么，算是暗杀双瞎子吧，算是了。然后的前置重点要拉好2只怪。好，这样子跑过来卡一下，让他先走过来，让那只怪先走过来，然后到梯子这边快要上去之后往后跑了，然后拉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过来，然后有就可以走了。用蹲的过去或用走的吧，如果你怕被他看到就用蹲的，其实用走的比较快，站起来的话了。然后这边有那个隐形跑步机，那跑个几下就会过来。好，差不多跑个5秒吧，3秒左右。然后听到他那个裸足的走路声，你就知道他来了。他就会看刚我们跑步的方向，有时候又不一定，就是看他最后一次听到是哪边的声音。中间跟右边都可以走啊，就以他看哪边为主啊。如果你觉得你过去右边会被他看到，那就从中间上吧。好，为什么不把这2只干掉？因为会直接生下一波怪，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好，削刀，这张开始有2把可以拿，但这把削刀是有扣一点耐久的，有点烦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。然后现在打这个铁瞎子啊，铁瞎子要这样打比较好的一个原因是，这样背刺是无声的，而且他那个铁盔甲瞎子的弱点很难用戳到的啊，就算你戳到，你会被另一只听到。好，然后那背刺完都等他挥一下，再挥一下，挥总共2下，然后再戳，但也要控制好他方向。好，然后要快点跑一下，要不然那个另一只瞎子跑太远会把那边的小怪打死，打死就会掉怪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慢慢拉，制造一点声音让他们分开一点。然后都是这样子玩的，大概就懂了。好，挥2下再过去暗杀。好，侧边也是可以直接暗杀的，就是如果你觉得离太远，你可以拉到侧边就直接按那个暗杀键 R2，PS5 的 R2 键，就这样慢慢来啊，一定要刚好戳满8刀就死掉了。如果你要玩这么累的方式的话，就是保存好所有出刀的方式打，就是为了让这边可能可以轻松一点。存好刀很重要，说实在的，除非你就单纯挑战爽，直接拿原始刀来用。不过我这个挑战，我还没有打完城主模型，我没有原始刀可以用。再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用原始刀，我就问他我收集城主模型干嘛？然后挥2下戳，然后有时候另一只也会自己乱跑，要注意一下，然后不要太急，一直急着戳，要慢慢走，然后边看影片边戳这样子。这边难度不算太高，但是就是又是磨耐心，跟前面冲关一样。然后拉攻击。好，拉到一个很好的位置。如果太前面的话，他打掉那个钟就会吸引到小怪过来，所以都要站在这个位置打，不小心按到。太过去一定会被看到，每次都被看到，很烦，所以就没有那么过去打。好，这样侧得过来，他抓完的时候的1秒就可以直接捅，就不用怕被他再抓下一次了。反正要他先空抓2次啊。这样子空抓才能捅。浪费2把耐久很好的出刀。你也可以说我保存的很好，他们都长得很干净。好，他打到那个灯台，那么竹灯了，拉一下位置，我们拉开一下。他都这样敲一下，你吵什么吵啊？不要再制造噪音了，这边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但是为什么我的背一直痛痛的？这种感觉，他一直挥不到我要的距离啊。那什么，你在刺的时候，如果另一只离你太近，他也会抓到你啊。所以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幸好那个铁瞎子帮我挥到一下他。然后再来就是用那个我们的战斗刀一直戳就好了。
戳他弱点。他挥完之后就可以过去戳一下，这样可以让效率提升，就可以省耐久。就说你不一定要挡啊，等他挥完四次之后过去戳一下，真戳一下，你没有戳第二下，戳第二下很容易被打到啊。先拿他的独角兽的脚。好，不戳了。好，戳不到就挡。好，戳4下。好，这样能戳到就戳，戳不到就没差。然后有时候也要那个让里昂举一下刀啊的一个原因就是，有时候里昂会自己把刀收起来换成手枪或是手榴弹之类的，就取决于你手上拿什么。好，戳到了。反正这样戳一下就扣蛮多血啊！这边不背刺是因为耐久耗太多啊。背刺的话，那个耐久是直接用喷没的，而且伤害也没有戳的来得好。用戳的省耐久，然后伤害也很够。谁在那边跟我谈背刺，我就把他抓起来扁。刚那铁虾子背刺一个原因就是也是省耐久，就是让你这边能过的一个可能呢、并非所有地方都要无限刀之类的，这种感觉，原始刀了。好，抽不到就是这个后果，要挡或是被打。因为我刚刚说过，我已经打得不耐烦了，所以很多细节没有太特别去注意，就直接能挡就挡，挡不住就重来。反正第15章开始我会打得蛮消极的，因为快要结束了嘛，然后又在那边卡关，我觉得很烦躁。对，反正就这样。好，他死掉了，先插一个。虽然先插也没有比较快啦。然后这边结束了，然后后面2只都没看到我们，因为我们都保持在这个上半部分。开启。好，下面下水道也有很麻烦的虫，那边也要练习一下怎么格挡。如果你没有练习的话，很容易在下面就直接没了，凉掉，功亏一篑。随机拿个草，你该学怎么降落。讲到降落，烂毙了，好重哦！地面。好，然后准备弹那个下水道隐形虫。隐形虫我觉得最麻烦的，因为你要那什么，你要先看到它之后，然后还要慢一点再挡。它是这样挡，它挡法是你要慢一点挡，而且它攻击闪不掉啊，它特别硬，它有霸体，然后出现一下再挡。就是你要先反应出来，它已经先显现了，然后再等一点点再挡，这种感觉要抓那个感觉。怎么一把小刀还可以这么多学习方式啊，真累。好，这边有2只一定要先干掉，逃不了啊。但你都可以干掉，反正就拉在这个距离戳它。隐形虫我觉得是最烂的发明。但是它很恐怖，那就放过你啊！恐怖游戏一点恐怖要素，不过烦躁感比较多。好，这边还有直接拉，这样子拉到后面打。好，对，要注意一点，要不然它就直接飞过来。臭蟑螂戳到头它也会那个也会痛一下，然后就连戳，把它一次戳死，还是直接卡在原地让你戳。反正他会一直来啊，等他就好了。嘿 ，fuck you 啊！对，然后先戳一下，补一下伤害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走了。但是也是要很会挡，你要知道他怎么挡。
要不然通常也是可以直接往后拉掉，然后一直戳。但我这边还在赶时间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就算是实打实的慢慢打。好的，文件，这个之后还有接下来的3个王冠，踹啊！哈，对，没错，双虾子下水道，然后还要无伤右手，听起来非常的哈扣啊！我觉得我现在看才发现自己怎么那么拼命啊！你这么拼命干嘛？对 ，Give me a break。不过倒是学到很多关卡拿刀是怎样的状态过的，要不然平常真的没有那个想法，就是如何过的这种想法啊。然后这边城主模型我忘了那个下载云端的档案了，因为我这场原本想说当练习打，所以我忘了开，就是忘了重新载那个云端，所以导致我有打过的。不过这个错误只发生过一次，我还是有打一下空气啊。然后没想到这边还算是蛮顺利的，前面呢、原本想说我就直接在下水道那边被虫刮到一下狙掉，那没有，就到这里了，然后也过了。我有用那一招，就是我发现的那个在我影片那什么频道里面有的那个右手教学，怎么一把战斗刀把它戳烂的教学，但是其实我做失败了，我有成功一次啊，就一次而已，然后后面就是靠运气过的。也没被打到啊！第10张第2把削刀，然后再来就是克劳瑟的那边的削刀，就是第11张，然后第12张拉蒙金鸡蛋房那个削刀，然后这边城堡就拿完了，因为那些削刀就是准备要来打拉蒙的，拉蒙 BOSS 战，要不然你一把战斗刀绝对不够打，绝对啊！然后现在专心讲右手，虽然也不用到太专心，就是戳27下他才会爆兵之类的，但是也不太重要了，先能造成伤害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我的打法一样是拉他1分40秒啊，因为我预设打法就是让他死在这里啊，一直用那个冷气冰死他，让他。就用机制去玩它，就让它跳出来就马上被冰之类的，然后我又可以省那个冷气，就把它冰死，好冷这样。反正我一开始就是一直绕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后面做错了，但是倒是还是过了，挺运气的。不过运气又用到这了，真的运气真的就用到这了。算是意外把他打死了，不过其实你也没必要把他打死啦，因为打死他也没什么啊。然后除了拿挑战吧，还成就之类的。我是记得有成就啊，因为我前面硬派，因为我要开专业难度嘛，我前面那个玩其他难度有把他打死过，所以这样都无所谓。但是因为我这个频道派出怎么无伤跟他打，所以我现在就得再复刻一次无伤怎么跟他打 call back。但是前提是我要先把双虾子无伤，然后还要下水道其他虫子无伤过，我才可以来 call back 我的无伤右手。而且真的都没存档，这时候我还是超级硬汉。不过后面已经算是为了省时间了啦，因为做这个真的很花时间。我有时候打很久也不一定过嘛，就是在靠赛啊。就我最讨厌靠赛啊，这个挑战偏偏要靠一堆赛，要先去那个庙里拜拜再来玩呢、啊，然后出去再拉回来。嘣，那看起来动很快，怎么动画结束都动慢慢的。Watch you move， 然后过来冰他。然后等一下那个1、2、3呼一下，然后按。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悬呢、啊，有时候又冰不到，有时候他都不会跳过来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往
往后用走的，用走的我还是觉得最快、最方便一点的啦。往后走的话，然后戳个27下差不多，然后躲他攻击。能弹掉的攻击的话，可以再戳更多下，因为他会在原地卡住一下，然后连续戳。如果是照我预计的打完的话，要控制那个戳的次数啊。第4次喷到他，可能就戳个10几下就停了。因为如果你第4次戳太多下，就直接爆过来，他不会再回去洞里啊，他就直接来撞你。如果你还想骗他第15下，然后戳27刀的话，好，这边兵失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烂事。我觉得可能跟 PS5 有点关系啦，就是60 FPS 哦，之前用 PC 在测试，可能 FPS 比较高的关系，速度有差。好，这反正就这样，接下来靠运气，我只是在这边冰到他2次，剩下靠我自己。其实如果至少冰到3次，我可能还不会那么紧张，因为我先预想，如果有一次冰失败，那还有个 B 计划，但是这是一个运气般的 C 计划，没想到可以成功，就靠赛啊！然后等他出来，然后按，然后就戳，算是一点最后的抵抗吧，还有一点运动加精神呢。幸好不是那个喷到他没喷到，喷失败就直接重来。这样太难看了，而且我也懒得重打瞎子。说实在的，还要挡那个下水道的虫，用戳的比较快啊。然后都挡一下，虽然很耗耐久，但你可以多戳几下。你也可以用闪攻击的，就是我刚刚讲过嘛，挡他都会硬直一下，可以让多戳几下。因为你不会在其他地方找机会一直冰到他一直戳的，因为他被冰到戳一下就挺痛的。平常戳他肉都没那么痛，他的盔甲。他来就按。我一直在期待他荡秋千。他一定有啊。如果他没有那个跳起来荡一下，那这局就完了，他就死不了。其实也不会玩啊，我还是可以直接走，但是我觉得太难看了。然后就拉，然后把所有的用完。这个冰到他没死，我就继续戳。原本我就这样预计是这样想的。幸好这边没喷到他，就导致我可能成功了。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戳到我，莫名其妙，我开了。那想说还有机会再把他拉掉，先拉一大段距离啊。然后那个响，但是我现在被他追着，不太敢回去，就是我想把他拉到一个好的位置。撞到我，但是不扣血啦，哈哈哈。好，先拉到这边绕一圈，我再走啊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这么做。可能是想省时间吧，还没有，倒是花了更多时间，多花个1分多钟跟他打。但我就想耍帅啊，我耍酷啊，想耍酷谁拦得住你啊？你有看过有人那个前面连续无伤两个很麻烦的，还要过来跟他无伤这样打的人吗？正常人这时候已经存档了，对，就是我。下一章开始我就变回正常人。然后荡秋千荡到了，运气挺好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子荡起来，就是刚好了。然后挡，然后就会戳更多刀，虽然我耐久快被他耗烂了。然后削刀也要控制好了，也要打铁球关，铁球关至少要有4把刀。我这边其实有点小可惜的点，就是我用削刀挡到他，而不是用那个战斗刀，但是有可能让他伤害多一点了，然后导致这个削刀能够少发挥到1次作用，就是戳到拉蒙，再处决1次啊。就平常一把削刀可以处决拉蒙2次，但这把只能变1次啊，再1次就断掉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后面又自己钻牛角尖一个新打法，打铁球关的。
铁球关，敬请期待。第10章好，这最麻烦的部分也解决，但是第12章我觉得可能比第10章还难。说实在的，因为第10章它就只是把你打怪的时长拉长而已。我是这么说啦。啊，第12章就是整体战斗节奏都蛮快的，就是拉蒙还有那该死的电梯关，电梯关不是人玩，那就是纯靠90%的运气在玩。好，这章先这样了，第11章见。第11章还好，但是我要捡东西就搞得很不好。好的，43分49秒，非常长，非常浪费时间。这是为什么 S 加不了？因为我高估了自己。有些地方你拿小刀全收集太浪费时间了。好的，下一章见。